和峰姐他们一起去的，峰姐还有龙姐，你没有刷到我们上次的那个吗？上次有那个前2次我发的作品。欢迎微醺半糖，欢迎桃子。欢迎依然。谢谢云游词的灯牌，欢迎罐头，晚上好罐头。谢谢罐头的点亮和灯牌，欢迎摸鱼。哒哒哒，好久不见呀，罐头回家了吗？哎，我上次播的时候好像你在哦。谢谢云游词的点赞，欢迎小胖肚，谢谢小胖肚的点亮和灯牌。我昨天研究了半天，就一次没在哦。我上次研究了半天，昨天研究了半天那个开那个 AI， 然后发现我压根就没这个功能，放弃了。我都好像就没有开通这个功能。谢谢小胖肚的点赞。我本来还想的是，要是以后我有3天不播的话，你们还可以续灯牌，就不至于黑了。欢迎小黑不白。就是结果是没有想到。天哪！最近每天都在努力找工作，现在是不是不太好找啊？就是因为最近，因为我感觉要是那种，就比如说年后或者是暑假，就是半年好找一次，就比如说要么就是寒假，要么就是暑假那种时段好找。欢迎香飘飘，这只是我个人感觉的，其实我也不知道。欢迎天亮说晚安。欢迎海边吹风，欢迎鱼子酱，欢迎 Evan， 谢谢 Evan 的点亮，晚上好 Evan， 发烧都没回信，顺便看看有没有更好的，那也挺好的。欢迎自流，晚上好自流。谢谢 Evan 的小星星。欢迎天涯海角。今天是不是感觉很亮啊？福宝怎么样？福宝挺好的，它恢复的还是不错的。谢谢自流的点亮和灯牌，谢谢自流，晚上好。盲猜，自流现在已经躺在床上了。欢迎小李同学，欢迎小七，晚上好小七。我感觉酱包开播了，对呀，我本来想的是昨天开的，但是因为昨天那个福宝绝育，然后就是晚上需要观察，所以说就没有播。但是其实它恢复的还是蛮好的，今天已经可以那个就是正常上下楼梯了，就上沙发。
欢迎坠落的枫叶，说的不休息3天，那没办法嘛，那是没办法。所以说昨天晚上我就为了大家不灭灯牌，我就说想搞一点那个 AI 的那个叫什么 AI 的续灯牌，结果没有，服了。我就没有开这个功能，我就还没有给我开通这个功能，应该是我不满足它的一些条件吧，所以说就没有开。我猜自流估计就睡，现在已经躺床上了，因为马上要11点了。看不到姐姐直播了，为啥呢？鱼子酱，你要干什么？挂个语音听呗，挂个语音听也可以那个吗？我不知道，在粉丝团签到就行，但是他们有些不知道怎么签。他们不是有些不知道怎么签到吗？但是我觉得挂个语音听，我怕它会影响我视频直播。让福宝休息为主，他最近有休息，但是我觉得他也蛮闹腾的，就是感觉我以为他绝育会很难受一段时间，就可能头1-2天可能会难受吧，头1天，但是我感觉他的状态还是蛮好的，说实话。我们今天可以点亮5个灯，那个5个展馆吗？我们可以点亮儿童展馆吗？1年不开也不会灭，我就是不知道那个怎么弄啊，那个签到是怎么签到，所以说我想开个 AI 签到，但是我又不会，就是我的那个功能没有，它不允许我开，好像是要满足就是粉丝团有1000个人才行，或者是什么，但是我没有满足，我的粉丝团也没有1000多，我的粉丝团只有600多，还要满足什么，他应该是，我看那个客服的意思是说，他说会陆续开通，但是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开通。谢谢鱼子酱的小星星，谢谢点亮我的第一个展馆，谢谢你的小星星。2点到晚上11点，你就算晚上11点你也能看到我呀，我11点不是也在吗？鱼子酱怎么就是看不到了呢？你不是11点的话也能看到吗？就不知道会不会影响了，我猜应该是，因为我也是猜的。谢谢小七的30个玫瑰，谢谢小七点亮的第2个展馆，谢谢小七。你在创400个小号，我在创400个小号，那个太吓人了吧，400个小号会被封掉的吧？而且现在创号不是需要电话卡吗？就是得需要电话号码才能创号吗？我现在600多个，我还差400多呢，反正就是没有让我开通，他没有让我开通那个续灯牌的这个功能。11点下班，到家不一定赶得上，没关系，能赶得上可以来续个灯牌。谢谢试玩的点亮，谢谢试玩的灯牌，谢谢试玩。欢迎落叶追风，现在矩阵严打，不知道啊。谢谢试玩的闪耀，谢谢试玩。欢迎香菜，小七有什么想看的吗？小七，上次还没给你跳舞呢。我400个小号，我根本就续不了，根本就开不了。你们要不一人给我开20个，开20个小号续个灯牌，这样的话就能满1000了。想看直播，能续上，灯牌能续上，那如果能续上的话就好。谢谢自流点亮的大啤酒，谢谢自流点亮的一个展馆。没关系的，我有时候我也会12点半才下，所以说如果你11点下班的话，你到家几点？到家应该如果半个小时的话，11点半还是可以看差不多1个小时的。欢迎小李，不能让他们开小号，谁是这样？不然我就我让他们开小号，我就不开了呀，是不是？半个小时应该能到家，那你11点半到家的话，那就还可以看半个多小时，那也不会完全看不了，那就还可以再看半个多小时。欢迎半夏微凉，欢迎命运中雨，
那如果是半个小时到家，那还是可以看到的，还是可以看到一些的。谢谢自留的棒棒糖，谢谢自留。哇塞，我们又点亮了一个展馆，我们还差一个展馆完成任务。欢迎985，谢谢小号的点亮。景区文旅搞的文旅节活动哦，景区文旅搞的文旅节活动要那么晚才下班吗？这种文旅活动不应该就是10点就结束了吗？因为晚上都没人了。哒哒哒哒哒，谢谢小号的闪耀，欢迎清河母的。我看我这周我要找个时间用电脑播一下了，感觉最近一直都是用的手机播。谢谢自留的，加油呀！完成五个展馆，谢谢自留，谢谢自留，完成。噔噔噔噔噔噔，谢谢自留的，加油呀！哒哒哒哒哒哒，人山人海，免门票都堵车，这么多人吗？鱼子江在哪个景区啊？不应该只有人就是节假日的时候才那个吗？欢迎陶弟，不应该节假日的时候才人山人海吗？睡觉了，晚安，好嘟，谢谢自留，晚安，拜拜，晚安，早点休息。欠我的东西呢很多，什么东西啊？我为什么都不觉得有这么多东西呢？为什么你觉得这么多东西，我都不知道有这么多东西啊？有些什么？我知道我应该欠你几支舞蹈。你要看什么？欢迎关羽。好像不需要1000个粉丝团吧？对呀，但是我昨天晚上问了妍姐，但是她说她也忘记了，她说她也忘记怎么开的。你要跟我说呀 Alan， 不然的话我记不住那么多，我记不住那么多，但是我只记得住一些。峰姐开了，怎么了？峰姐开了，我们又不去找她。等一会儿如果要 PK 的时候可以找她。子英说好像是需要官方邀请才可以啊，好像是需要官方邀请才可以，但是我也开了那个呀，我也开了那个，就是那个意思是什么？私下问他，对呀，我就私下问的那个妍姐呀，我就说你那个是怎么开通的？他说他也忘记了，他说是他们帮他搞的，但是我昨天搜了，就是那个东西它就是要有，就是确实是官方的话，他会给你分发一些东西，就是你有的话才能添加，就是我现在目前为止我还没有那个就是续灯牌这个功能，还没给我填上，所以说我也不能，我都问了，就是我还不满足官方的条件，所以说开不了续灯牌。我说那个粉丝分身灯牌分身峰姐开了我刚刚去问他，他说给忘了。对呀，我问过他，我就是问过他差什么条件，我不知道差什么条件，应该是我也不知道，我不知道差什么条件，好像应该是我知道有一个条件，好像就是粉丝团有1000个人，但是我也想说妍姐也没有，为什么她能开？笑死，我都问过，就是没有，没招了，就只能将就这个样子了。谢谢 Evan 点赞，欢迎小竹子。就只能先暂时这个样子了。欢迎无孔不入。我当时我都以为直接开通那个就可以了，结果根本就没有。我感觉应该是我找对了，就是我把那个该弄的全部弄完了。我给你查查看，就是它有一个添加那个什么功能里面，但是我的那个功能里面没有。就比如说我开通了那个什么礼物的那个功能，但是我那个是有的可以直接添加，但是那个续灯牌的功能就是没有，它就是没有。所以说我后面
搜了一下为什么，他就说官方，我还问了官方客服，他就说要以那个这号实名，肯定实名了呀，我要直播我肯定实名了呀，欢迎老七。然后他就说要以那个页面为主，就是他说有些人他是没有分发这个功能，所以说要以页面为主。我觉得我就是那个没有被分发功能的人，所以说可能得等到之后吧，现在可能就是开通不了。我找对了的，求实名。我50万我就实名了。但是你们说的是哪种实名？如果是什么那个抖音实名的话，你们说的是50万实名还是啥实名？但是如果是那种实名的话，是实名了的，因为如果你要开播的话，你必须得抖音实名。我看了条件够了啊？为什么？那为什么？谢谢乐优的灯牌和点亮，谢谢乐优。粉色车踩坏了，没有踩坏。他们说的是主页实名吧？不是吧？主页实名50万，那我肯定不够格啊，那我肯定没有资格。反正不知道，反正我感觉我还专门问了客服，客服也是那么说的，我就没办法了。欢迎嘿嘿，20万以上的18岁以上的都可以，那为什么不行？是账号实名了的，因为实名了才能开播呀，账号都是实名了的。左就不敢用劲，对呀，因为那个车很高的，我怕我一用劲掉下来了。那个车倒是不会被踩坏，就是容易万一我掉下来怎么办？欢迎若水。没有粉丝要求，那我觉得是有粉丝要求的。开启 AI 分身，我开了呀，我现在不就开了 AI 分身吗？我昨天还给他录了语音包呢。欢迎爱吃肉。对，我知道鱼子酱，对，是的。90天不能违规什么意思？90天不能违规什么意思？开了吗？我开了呀 ，AI 分身我开了呀。然后在 AI 对是这样的，鱼子酱就是在 AI 分身里面添加粉丝灯牌，但是我的是属于是 AI 分身里面没有粉丝灯牌这个选项，所以说根本就没办法添加。对，没有显示，就没有粉丝灯牌这一个。对，粉丝团必须5级以上，是指你们5级以上吧？我需要5级以上吗？福豆福宝吗？对，我的主页背景是福豆福宝。语音包，对，我开通了那个语音包，就是我，因为它会根据我的音色嘛，就是我录了一个，就是我的那个音色范文给它，然后 AI 后面就会根据我的音色来自行生成语音包，我猜是应该是这个样子的。谢谢二哥的点亮，欢迎阿海海。90天不能违规我就不知道了，如果是90天不能违规的话我就不知道了。养狗是多吗？养狗是挺多的，我觉得养狗是挺多的，好像没开启啥？就是说你说那个灯牌吗？对，那个灯牌就是没开启，因为我的那个没有。主页上看没有 AI 分身，我的头像点不了 AI 分身吗？不应该呀，我昨天晚上不是才点吗？我还让他们帮我看来着。在线想了解养狗我觉得如果说欢迎哲哲，如果说养狗和养猫的话，就是养猫的事情没养狗那么多，养狗的事儿要更多一点，但是情绪价值这一块的话，就是养狗给的情绪价值更多一点，因为你养狗的话你得每天遛狗，这点就会很烦，而且有时候小狗喜欢叫，所以说但是如果你更喜欢小狗提供的情绪价值的话，我觉得小狗的情绪价值可能会比小猫的更多一点。谢谢哲哲的点亮和灯牌。有个 AI 对哒
反正我应该是开通了 AI 的，因为我昨天就开通了 AI 的，这点条件。你在直播会显示直播链接，不显示 AI 分身哦，有可能鱼子酱，你应该等到我下播了之后能看到，因为如果我在直播的话，应该就不会显示 AI 分身了，因为这个好像是指那个 AI 分身会自动回复，是的。我也不知道这个怎么搞不明白。我觉得应该就是我的那个叫什么，我的那个现在在直播，然后这个 AI 分身就用不了，我感觉是这样。还点了 AI， 我不知道怎么点，罐头为什么能点得上？直播间输入框那个旁边可以点进去 AI， 不知道啊。但是没有进去，为啥呢？我都不知道这个怎么搞，虽然搞了半天没搞明白。元宝也养了一只狗，我看他的遭遇，决定以后不养狗。他咋了？他为什么？但是养狗确实会很麻烦，因为你要去教，就是你要去教小狗，比如说定点上厕所，而且如果小狗有分离焦虑症的话会很难。就是小猫会很省事儿，小狗会稍微麻烦一点，但是我是狗狗教，所以我还是更喜欢小狗。在输入框那里个 AI， 谢谢艾文点赞。谁进去有？小七在吗？小七不在吗？一会儿小七来了可以给他跳个舞。你们有没有什么想看的舞啊？就是说。哒哒哒哒，欢迎记忆中的未来。我家猫是粘人精，但是小狗确实会更省事呸，小猫更省事一点，确实会更省事啊，因为小猫不用遛猫啊，但小狗每天都得遛狗。如果它不出去的话，就如果小狗长期不出门或者是不玩啊什么的，它会得抑郁症的。小狗也会得抑郁症。欢迎阿英。我家的也要遛，对呀，小狗就是要遛。我也是每天都得遛狗。豹猫是什么？豹猫是不是听起来就是那种比较野性比较大的猫？谢谢梦中意的红包，谢谢梦中意。我是溜猫，小豹子一样。对啊，我就说那种是不是野性很大，会不会挠人啊？我家那个拉得多，我家那个拉得多是什么？拉布拉多吗？欢迎加拿大，欢迎晨晨，欢迎小健，谢谢小健灯牌。跟小豹子一样，我之前网上刷到过豹猫。粘人精，我觉得我对猫的了解不是特别多，我觉得就是稍微粘人的就是布偶，还有就是缅因猫。其实我还蛮喜欢缅因猫的，因为我觉得缅因猫长得很凶，但是它很粘人，我就喜欢这种反差很大的猫。但是缅因猫就是要掉毛，所以 pass 掉了。我不喜欢猫，就是因为猫掉毛。拉布拉多挺聪明的大狗狗，见面就贴贴，那不挺好的吗？见面就贴贴，那不挺好的吗？熟猫是什么？尾巴打人贼痛。拉布拉多就是这样的，尾巴打人很痛。欢迎好腿，你看看开通 AI 分身那里的有没有技能？小七有技能，但是我的技能没有那个续灯牌这一个项目，就是我的技能其他都有，就是没有续灯牌。我昨天还问了那个叫什么那个客服，我说为什么我没有，他说就是有些人没有，我也不知道，我问了人工客服。缅因猫肠胃不好，小猫是不是都容易肠胃不好啊？
的，又拽拽的。对，我就说我喜欢绵猫长相，而且它又粘人。第三声不是第二声哦，第三声锁猫是不是？这个字很容易让人说成树，认半边。叫货拉拉来拉拉布拉多，你这什么绕口令？我笑死！点赞上线了，那就休息一下。谢谢艾文点赞。我昨天都全部试过了，就是没有，不知道为什么，没招了，就是没有。谢谢花落的灯牌和点亮，它就是没有。哒哒哒哒哒哒。我眼前我还想是这个月看能不能升到白银，我感觉又好难，有一种很难的感觉，命苦的感觉。欢迎纳尼，哒哒哒哒哒，画面调过了吗？没有调过呀，对的，画面没有调过，就是这个样子，我没有变过，我也不知道你是不是开了什么高清模式，就是没有，我都没有换什么的，就是我现在就是灯啊这些乱七八糟的都是之前那个样子，就摆放的位置啊，或者还有用的什么东西都是之前都没换过，没变过。睡我脑袋上。猫猫就是要跟人一起睡，但是我不能接受我的床上有猫猫。脸比脖子白好多，这么明显吗？我去，这么明显吗？这灯照的，没办法，但是事实是我的脸确实比脖子白。但是事实是我的脸确实比脖子白哈，因为我的脸涂了粉的，但是脖子没涂，但是我又不想涂，但是这个灯确实，因为这个灯我是从下往上照的，它目前为止只能打到我的脸，这个地方应该因为这个地方是凹陷的，就凹进去的，所以说它打不到我的这个光，所以说会看起来脸比脖子白。谢谢小蜗牛的灯牌和点亮，啥也没有了，可恶哭唧唧。谢谢艾文的灯牌，谢谢谢谢艾文的大啤酒，谢谢小蜗牛的大啤酒，谢谢小七的大啤酒。噔噔噔噔噔，谢谢老七的皇冠。你的口号是什么？我的口号什么口号？噔噔噔噔，可爱的闪亮，好好好。但是如果我用那个的话，我用电脑的话就会那个，我用电脑的话就会就是一样亮的。然后刚好今天穿的这个衣服它也是低胸的，欢迎李先生。怎么又红了？我帮你弄白。投胎三世，笑死！投胎三世，让我想起了那种爽文，这一世我一定要怎么样，是不是重生了？欢迎安星星，抱着你不红什么？再挠让我来，我没有挠啊，而且我脖子没有红啊，我的脖子不会红啊，对的，我的脖子没红吧？但是确实挺黑的，因为我不喜欢涂防晒，然后又加上我又很喜欢去晒太阳，就是去那种海边啊之类的，太阳很毒的地方，就导致很容易晒伤。投胎大概率去非洲跟印度。我笑死。小七有什么想看的吗？小七上次还欠你一支舞蹈呢，别紧张。欢迎东，欢迎石豆豆。其实还好，
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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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撤了睡觉，拜拜拜拜，老七。小七有什么想看的吗？你要看你上次说的那个期待吗？你要看期待吗？对。我想不起来看什么，会的都看过。我给你挑个 Rolling 吧，我给你挑个 Rolling。下个月去成都看大熊猫，大熊猫有什么好看的？作为一个成都人，我都没有去。你们知道那个花花吗？作为一个成都人，我都没有去看过那个花花。期待也行，可以。Rolling， 我给你挑 Rolling 吧。你说的是期待可以还是 Rolling 可以？好，那就挑个 Rolling 吧。欢迎星辰大海。主播有1.8米吗？我有2米哦。我有2米哦。会不会很大声啊？这个音乐。谢谢呆呆的闪耀，1米吧？什么1米啊？你猜我多高？谢谢呆呆的闪耀，谢谢呆呆的灯牌和点亮，欢迎久别。下次换一个3米，下次换那个再跳一次，下次换那个电脑的时候再跳一次。噔噔噔噔，这是这不是期待，这是 rolling。噔噔噔噔噔，期待不是这么跳的，期待。1.6米到1.65米。哒哒哒哒哒哒哒，欢迎青铜龙。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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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刷点赞给你跳。噔噔，这个是 rolling， 这个舞是，这个不是那个，这个不是那个叫那个期待。遇到难回答的问题又不说话了，又在学谁的台词？可以跳点抖音小舞蹈。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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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欢迎帅气小哥，稍用什么可以稍用一点我的开合一下下？为什么要开合啊？下下开合是违法的吗？不是说。欢迎山，噔噔噔噔，你在噔噔什么？你管我在噔噔什么？我想噔噔什么就噔噔什么。欢迎老七。
今天怎么人这么少啊？谢谢呆呆人气票，开盒啥意思？开盒我不好说什么意思吧，你可以去搜一下开盒什么意思。欢迎33325。今天我的搭子都不在，我都没法找他们玩了。欢迎熊猫。我明天还是换那个，明天晚上到时候看吧。我这个周找一天还是用电脑播。欢迎桃子 C。看我信息，我这个号没实名，看不了。你好呀，桃子 C。谢谢曲普美的点赞。你们如果有没有什么想看的抖音小舞蹈啊？我准备今天晚上录一个那个，准备今天晚上录一个那个叫什么摇来着？看我长相，我主页有什么？小七主页有长相？小七主页你的主页晒了你的照片吗？真的假的？我感觉男生会很少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晒照片啥的耶。欢迎小天使。很久很久以前了哦。那你觉得你长变了吗，小七？舞蹈视频我应该没认错人。对呀，我在小破站发过视频，但是我最近1年没发了。以前会在小破站发视频，现在小破站发的少，现在基本上都在抖音发视频了。小破站发的很少了，胖了70斤，为什么会胖多久呀？花了多久胖了这么多？为啥会胖这么多？是因为工作压力太大吗？我感觉就是人一旦工作压力大了就很容易长胖。欢迎香飘飘，不管男生女生都是这样的，工作压力大了然后就会很饿，然后吃的就会变多。不知道我喜欢谁？不知道。对呀，我知道啊。谢谢小雨的点亮，以后有机会我也想拍你的舞蹈视频。你是个摄影吗，桃子 C？ 你还是说像以前我们在游乐园里的时候，你去现场玩然后拍我们的舞蹈视频呀？欢迎虫虫，肯定是拍投稿啊！哦，我都好久没有拍 B 站投稿了。是工作呢？对呀，上次游乐园那个是工作，但是日常拍的投稿我也很久没拍了，已经很久没有拍那种长视频了。欢迎豆腐乳。我有唯一喜欢的，这样都知道。之前不是还在猜小七最喜欢谁吗？当当当。欢迎瓦林瓦。短视频了，对，我现在都拍短视频了，所以说现在都没有怎么发 B 站了，没发小破站了。现在基本上都是主要是短视频，长视频基本上不怎么拍了，拍的非常少，就是偶尔可能会拍一下长视频。
就要是在以前的话，但是我最近拍了一个长视频。这么慌吗？小琪 Evan 是给你开玩笑的。欢迎爱与风起。等我下次电脑直播的时候，重新给小琪跳一个期待吧。或者是到时候重新再跳一下Rolling，我感觉手机跳不出那种感觉。我最近也觉得拍短视频舒服多了，因为拍短视频就是受众更大一点点，因为现在大家都不喜欢看长视频了，觉得太长了，不像以前，大家现在都更喜欢看短视频，快，就是节奏快的东西。这样知道的。上次那小学上台不承认，是不是给你画头像的这个宝宝？欢迎南瓜。欢迎你。欢迎叔叔，不想找人家的存在感，所以只能不承认了。没关系啊，这有什么？大家都是好朋友。反正我知道。谢谢叔叔的续的会员，谢谢叔叔续的会员，谢谢叔叔续的会员。叔叔有没有什么想看的小舞蹈？谢谢叔叔续的会员。我要在想，我又要准备给你们寄会员周边了。我在整理素材，发现你们还有一个素材在我这儿呢，挺好看的啊！你有素材吗，桃子 C？ 什么素材在你那儿？很早之前的吗？还有什么素材？欢迎 TM。4月12号。那又怎么样？4月12号。主要是我害羞，这是啥？小七也算是老熟人了，这有什么害羞的？不用害羞，在我这里，大家都是老朋友了。谢谢叔叔的点亮和灯牌。欢迎一只小蓝猫。但是就算是与不是又怎么样呢？因为小七就是喜欢，小七的爱播就是英姐呀。他给自己爱播送个翅膀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谁给我送个翅膀呢？谁愿意给我送个翅膀呢？还差一个东西背上。欢迎寻你，欢迎独哥。叔叔有什么想看的吗？欢迎小悠悠。欢迎小阿斌。我今天都不能找我的搭子玩了。我这周一定要播满。我中途周一到周五我决定不休息了。欢迎星落风息。我就看我能不能到那个白银，要真到不了就放弃，真到不了也没招了，但是还是想努力一下，看看能不能到白银。因为我这个月好不容易现在已经到了青铜3了，因为我觉得到白银会很快，永存。那我给你找一把扇子，我现在去给你找个扇子就可以跳永存了。你撕我看看，我关了给你留。欢迎展展。这有什么？就算送了也没关系，有什么？送了也没事儿的。找到一个扇子，但这个扇子好噔一点都不好开。给人家送翅膀，小七其实还是挺有实力的呀，我觉得小七上次还帮我点亮一个展馆呢。欢迎互相伤害。
噔噔噔 ，AI 跟粉丝聊后台 ，AI 跟粉丝的聊天记录，什么后台？哒哒哒哒哒，我们挑一个咏春，让我先看一遍咏春。咏春，哒哒哒哒，咏春，哒哒哒哒哒，你进会。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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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哈我也要心中纠结，想找回我，后面花开不去，等你，有一切。我之间，时间好热的思念的季节，早知一个人情的早雪，好说我好冷的，别放手，别留下。欢迎好时光。炫富喜可还行，谢谢小七的点赞。春之小梦，雪家子，你我那里，却说离别。别为了你，雨在谁在可能说。欢迎小阿斌，谢谢小七点赞。你我。春之小梦，雪家子，你我那里，却说离别。回来你，雨在谁在说？哎呦，笑容写好了，感觉应该 OK 了。欢迎舒曼，这个裙子很适合我。对呀，我还蛮喜欢这条裙子的。但是这条裙子我还没有那个，还没有就是录过视频。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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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叠的绿子上头，微流眼泪，清风忽略，花开的犹豫不决，独看花等你的一切。彩绿的模样，望着我心野，新时空，陪着思念渐渐倾斜，草上一飞，锐气不断的草屑，荒唐像让寒冷感觉。雨流成风，面留下丝丝温暖。别辜负眼前季节，花枝树柳，请看它们情何以堪？从山
这是谁呀？这么好看？但是我中间跳错了一点儿，我真服了。如此会跳，但是其实我跳错了。噔噔噔，欢迎依然如此，下次重新跳过。噔噔噔噔噔，如果会这支舞的人看的话，那肯定就是能看得出来我跳错哪了。我知道所有几乎还是有很多宅舞不会跳的。无聊的人，我之前我过年那段时间我过年那段时间不是有一个活动吗？就是那个德阳的那个活动，我当时我还跳这个舞，就是当时不是去当那个评委嘛，就是当时有一个评委秀，然后评委秀我还跳的是这个舞，还跳了咏春，因为当时要国风舞蹈，然后还跳了那个红昭愿、咏春，还有桃花庵。谢谢毛球的点亮和灯牌。对啊，我刚刚其实跳错了一点儿。欢迎空域的小丑。欢迎优品严选店。没看出来我放炮了吗？欢迎豆腐乳。现在重新跳过，等我换电脑跟我看明天还是后天换电脑的时候重新跳一下。而且主要是这个镜头也是感觉它没有那种律动，感觉总是少了点什么。应该如果有个那种律动的话会好一点感觉。欢迎熊猫球球。不觉得错的是别人，但是如果是你会跳这支舞的话，你就能看得出来，确实是放炮了一点。欢迎浩浩晨晨，欢迎小情调，噔噔噔噔噔噔，来，欢迎依。为什么今天大家都休息吗？怎么回事？周一公休日嘛，这是周一公休日啊，都休息。欢迎神一般的大锤。其他舞蹈老师看的，你是说什么跳给其他舞蹈老师看的？欢迎紫在川上。我那会儿是作为评委嘉宾的时候跳的。欢迎顾城，还有落花情，我们当时也跳了。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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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过年的时候，等我下次电脑播的时候给大家跳吧，给大家跳一个，等我明天，我看我明天还是后天，等我过2天用电脑播的时候，给大家跳一个，给大家多跳点舞，给大家跳一个咏春，再给大家跳个落花情吧。再给大家跳一个，到时候再跳一个期待给小七。直播间的舞蹈不是跳同行看，你打 PK 的时候不是跳给同行看的吗？你打 PK 你输了，他们让你跳舞的时候。欢迎11.43，我都看不到，没人直播你们活动现场。过年活动的时候确实没有人直播活动现场，我可能是因为大家都比较忙吧，而且就是他们现场就这种是类似于就是那种人很多的大众活动，然后也没人直播，他们也没有官方直播，然后我们自己也没有直播，因为我们自己也是挺忙的那个时候，所以说也没有直播，都是晚上的时候回酒店的时候直播的。困了睡觉。好的，晚安花落，晚安。我还好吧，我感觉。欢迎微醺半糖。
你再慢慢来。等福宝，我觉得福宝都好多了。我觉得福宝其实，除了昨天，因为昨天他是刚做完手术，今天已经好多了。今天，然后明天是第2天，然后后天第3天的时候准备带他去复查一下。3天过后应该就会好很多了。我感觉应该还行。而且如果就是感觉这些事情也不是特别那个，就是一下子就能做完的。欢迎月亮，要休养一段时间的，对，他是要休养一段时间。一般要等15天，差不多15天才能完全好。欢迎很久以前的故事，要等15天才能完全好，然后差不多1周之后，下周拆线，就1周之后拆线。很安静吗？是因为我今天晚上带他们出去了一下，我带福豆出去了遛过，他们一般遛了之后就会很安静。还有一个就是，比如说我前段时间不是去云南了嘛，然后我就把他让我爸妈养了一段时间，然后我爸妈他们就会很早睡，他们就作息调整了，他们也会很那个，他们跟我养一段时间就跟我的作息一样，就是晚上会很吵，就晚上这个点就很精神。前2天在我爸妈那儿又作息调回来了，现在又到点该睡觉了，然后过段时间又不行了。欢迎 K， 欢迎好事发生。恢复没那么快，至少要1个月。内部我觉得还好吧，因为我觉得绝育算是一个不大不小的手术，我觉得哈，感觉半个月就差不多能够好了。但是如果说完全好，可能确实需要1个月，但是感觉还好，因为等到拆线了之后，医生说可以洗澡的时候就可以洗澡了。他如果后面可以洗澡的话，应该就和正常生活没有什么区别了，感觉就和正常之前，就可能也可以日常带他去玩啊，就正常遛狗啊，正常吃饭啊，这些没有什么区别了就。欢迎无忌。我在想我要不要去找洛洛玩，但是我又怕去找他玩。欢迎南瓜。4级手术，对，身体方面，心理估计本来是个男孩子，一下变女孩子，他也没有变成女孩子吧？我觉得他也没有变成女孩子吧。但是其实我问过 ChatGPT， 然后也问过豆包，我说小狗绝育，它知道自己被绝育了吗？其实小狗不知道，因为小狗它没有那么复杂的思想，就是小狗它只知道自己睡了一觉起来之后发现身体有异样，就身体不舒服，知道吧？就是可能小狗它就只知道我睡了一觉起来发现我的肚子疼，肚子下面疼，然后带了一个圈圈，他其实没有，他不会有这种什么变成男孩或者是以后都不能生育的这种想法。小狗的想法也没有那么复杂，他可能只是觉得他身体不舒服，可能就是会很痛，就是做完手术。有区别吗？有区别啊，怎么会没区别呢？肯定是有区别的。他现在就是变成公公了，不是女孩子。
不是女生，不是从男孩变成女孩，他是变成公公了，不男不女。欢迎棉花糖。要以我这种专家什么 Evan 是专家吗？你肯定没看到有一只狗被绝育后去给他那个诊所骂街，我知道，但是我家狗可能年龄比较小吧，它不懂。我之前一直担心一个事情，就我带它去绝育之前，我一直担心一个事情，我担心什么？我担心它那个就是给它绝了育，就是它会讨厌我，就因为我带它去绝的嘛，它会恨我。所以说我当时还在想，要不要就是让我朋友或就让我阿姨带他去绝育，就是至少不是我带他去绝，因为我怕他讨厌我嘛。但是完全没有这个问题，因为那天要做一些术前检查，我怕麻烦阿姨，就是找阿姨的话，她又不懂这些术前检查需要注意什么，然后我怕就是医生给她说的东西，她也表达不清楚给我，所以说我就是亲自带她去绝的育。因为术前会做一些检查呀，身体的评估啊，看适不适合嘛。但是他现在也没有说讨厌我，就是反而很粘人，就我走哪儿他明明身体不舒服，我走哪儿他跟哪儿那种，还是很粘人，就是还是跟以前一样没有讨厌，所以说我还白担心了一下。问 AI 他给他的身份证，让 AI 以这个身份帮你解答问题。虽然我知道 AI 也不是说必须得信的。行业导师那么厉害，我有一个朋友也是学商管的。欢迎西西。谢谢西西的灯牌。我们差一点点就到4星了。我们就是说，有时候 AI 还挺专业，对，有时候 其实 AI 还是挺那个的，就是你不能全信，但是还是有些时候可以看一看的。其实我觉得 AI 还是挺方便的，你问他个什么东西，他真的就是比你去百度啊去搜这些资料要快得多，就是速度方面他能一下子就总结资料给你，要快得多。我们能不能去我们还有一点点就到青铜4星了，能不能去升个段位？咱们就是说，欢迎胖康。虽然说我觉得应该不赢的话也能升段位，因为我们就差一点点了。国内 top 0，其他院校被我甩了至少2条街。我一个朋友他是在国外学的，他是在国外学的那个商管，他现在在日本一个学校学的，那个学校也挺好的，在读研究生。一眼万年，欢迎一眼万年。我是进了，我们能不能抽个比心兔兔去那个呢？一个比心兔兔去看能不能升到青铜4呢？看看这个月能不能升到白银。欢迎，这是个胖儿。我发达了吧？我发达了，开始画饼了，是不是？漂亮国的 top 0级才有用，我不懂这些，不太懂他的那些东西，我只知道他是学这方面的。欢迎火神。
小的光着了，加画饼也没用。我们不说以后，我们就说现在，现在能不能？现在可不可以？欢迎夕阳西下。我们不说之后。我们还要续灯牌的吗？欢迎不笨，欢迎小白，谢谢小白的点亮，谢谢小白的灯牌，吓死了。没事儿的。要下播了吗？现在还不下的，我们要等到12点之后才下。我们要等到12点之后才下哦。欢迎恋哥，晚上好呀，恋哥。送了什么礼物？怎么你还开始问起来了？他不是要你不应该保守秘密吗？遇到直击灵魂的问题。欢迎7734，谢谢恋哥的点亮。谢谢恋哥的灯牌。就送个这样的礼物，然后挺好的。我们能不能呢？我们能不能呢？咱们就是说，能不能去？我们还差10。它不是那个比吗？它现在是100比90，我们差10就能涨到青铜4星了。但是会不会越到后面越难涨啊？我去年11月才开始看抖音。欢迎罐头，昨天还可以，我今天真是尽力了，得过天才行。好吧，那看来我们，到时候看看吧，看能不能这个月到白银。但是我觉得感觉好难，因为我感觉越到上面越难，可能青铜5到青铜6，我都不知道有没有青铜6，可能青铜4到青铜5，它就可能不像最开始升的那么容易了。欢迎起点。应该到不了白银了，为什么？我还想努力一下呢。等6月吧。我已经很久没有到过白银了，感觉。欢迎启航，还是要努力一下。5月又放长假，但是5一放长假，我应该5月1号、5月2号回家，然后5月3号就开始播。我5月3号回来，我要开始播了。但是5月1、5月2我应该要跟爸妈一起，我也很久没有回家了，我猜应该是这样的。如果不回家的话，我就直接开播了。
或者是如果有朋友找我玩的话，我可能会出去玩，会影响直播。为什么五一长假会影响直播？如果我正常播的话就不会影响啊，是不是？如果我正常直播的话就不会影响啊。谢谢罐头的点赞。有人团赛啊，团赛撕我站榜，我就把跑人送出去，然后就进了。他们团赛还要私信站榜吗？谢谢 Evan 的灯牌，不是影响你，是影响看的人哦。好吧，哦，因为你们要出去玩是不是？哦，懂了，因为你们要出去玩。我还想，我还想的是，我每次的我之前还跟峰姐他们说，我说我老给自己立什么立誓，我说什么，我说什么，我说争取就是每次一到那个时间段就说啊要多播一会儿，要多努力一下，就每次都那个。欢迎严万年，你有车真的吗 Evan？真的假的？你真的我就连了。谢谢大怪兽的点亮和灯牌，谢谢鱼子酱的闪耀，谢谢深念的闪耀。留守实验室太惨了吧，罐头，五一都不能休息一下出去玩什么的吗？你要想的话就连，那我真连喽。我看他会不会接我。谢谢鱼子酱的灯牌，谢谢小白的灯牌，谢谢小七的灯牌。好，讲讲。Hello， 好久不见，要打手胜吗？也不是打手胜吧，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打手胜。那我们拿个4人吧。好，欢迎手颠，我们可以一会儿再续灯牌。欢迎小葱，谢谢我们有个老婆灯牌，谢谢我们老婆灯牌。那我们一人拿一个。我都不知道拉谁啊。破10。感觉因为我感觉最近好多都没。应该，拉完了，行，那我就不拉了。哎，我去，我们都戴眼镜，好巧。是的，好巧。那我们配一下。怎么玩呢？配一下。那黑白配吧。OK。那一会儿见喽。谢谢小健的灯牌，我们现在有灯牌的可以续灯牌喽。谢谢罐头的灯牌，谢谢小七的小星星。我们现在如果有灯牌的话，可以续灯牌了哟。现在送灯牌都是翻倍的。谢谢 Evan 的跑车，谢谢 Evan 跑车。要是我们这次能打首胜，你们知道，如果是赢了就可以升级了。如果我们首胜赢了的话，就会升级，因为首胜它加的分会更多，就是首胜它会比你平时不是首胜打的加的分加的那个段位分要更多，所以说这样的话，我们就是升的段位会升的更快一点。就是会更划算一点点。谢谢哲哲的点亮，欢迎787。欢迎蛇念，敢唱也12级。小七，我还等着你来加我绿泡泡呢。欢迎库洛洛。我们差2个人过加成哦，谢谢罐头的小星星。谢谢鱼子酱的灯牌。
噔噔噔噔噔，我上次不是说过吗？欢迎这个泡泡桶。我上次说过呀，我上次在那个云南的时候不是才讲过吗？我还不知道，哎，盛宴你上次没听吗？我上次说过呀，我前2天在云南的时候说过。欢迎孤寂。是这了，好像我没有点这个包谷，可爱味道。我是说我怎么加，你直接私信我呀，直接私信我。就可以了。我们是当时可能不在直播间，我们就是普通就别的主播加绿泡泡的方式，就是我这是15级灯牌就可以加，然后要么就是萝卜可以加，但是萝卜你可以积累，也可以积累萝卜加。谢谢 Evan 的11个闪耀，谢谢 Evan 的11个闪耀，谢谢 Evan。所以说鱼子酱你直接撕我就好了，你直接撕我。欢迎树。不过发不过去消息，为什么会发不过去消息？那一会儿我看看吧。有可能是因为有就是我没有回你，他只能发那个红色感叹号，有可能是因为我没有回你，所以说就只能那个，有可能是因为这个，就是因为我没有回你，然后没有回的话只能发1条消息，然后你发过了，就可能是这样的。欢迎沙漠。欢迎小七，谢谢小七的小星星。稳住，好，谢谢我们 Evan。你看，我就知道他升了吧，他现在变4星了，我就知道他会升，因为我看了就差一点点，肯定会升的，差一点点他就是会升，现在升到4星了，那我们离我们的白银又上了一步，好，谢谢我们 Evan 的支持，谢谢我们 Evan。来配一下，好，配一下，来吧，黑白，来配。林叶，那我们3个现在配一下，先出去，黑白配，再一次，黑白配。我跟喵咪，然后我跟林叶一起，那洛洛随便来个小才艺就好了。来，我来唱首歌吧，来，刚好来首花粥的出山。几星到白银？你这要问到我了，我也不知道。直接开始了哈。在夜半3更过天桥，从来不敢回头看，白日里是车水马龙，此时脚下是王庄。我独自走过半山腰，山间野狗来作伴，森林竟然白了柳，秋风吹过鬼门关，一生3年无在共祖茶，是淡饭流间满黄丝瓜，有人与我来交伴，人间荒唐公馆，竹林外有书斋，你此地畅快，还背着不闪闪着不来，手中木头管在下摆，来时他们本就心怀
就唱到这里了。OK， 先唱一下。欢迎时光。那我讲了一个，这个女老师期末2天。OK， 见笑了你也暖和。那我们下次玩喽，拜拜。好的，拜拜拜拜。OK， 拜拜，拜拜。好卡呀。进了，我们跟小 T 一点时间嘛，我们不能，我们不能就是这样，就是怎么说呢？那万一后面小 T 说过几天，真的是可以过几天呢，是不是？我说这样多久没升级了？哦，我很久没有升级了，我其实一直都在青铜这个圈子吗？你没发现？因为我 PK 很少能打赢。我为什么想这个月升呢？是因为这个月前面几次已经打过，就是已经升上去了，我就觉得会比像以前要容易些。像我以前，我一个月可能就只能到个青铜2、青铜3、青铜2的样子，因为我以前打 PK 都打不赢啊。但是这个月为什么是觉得有希望升？是因为这个月前段时间，打 PK 就是首胜就是赢的要多一点点，然后机会就会比之前的要多，所以说就可能会要容易一点点。就像是对呀，因为这个月前面有几次 Evan 帮我打了，就是这个意思。以前是因为打不赢，所以说每次都只是在青铜1星、青铜2星，最多就青铜3星就嘎掉了，就没了。以前根本就不会打首胜，又没人帮我，我根本就打不赢。就是之前，所以说我也很长时间都一直在很长时间都一直在青铜，所以我都不知道，我都不知道多少才能升到白银，应该要青铜5吧，青铜5过了就是白银，好像是。如果不是的话，那就是青铜6。虽然我也不知道，我都很久没有升过白银了。你看我的段位，我的白银上一次还是上，不知道什么时候上次吧。不爱以前主要是小健老师要到青铜5再升级才能白银。对呀，就青铜5再升就白银吗？我也不知道，我不知道青铜5升了会不会到青铜6。我从前年开始在你这边，从经常是要在你，我不经常来在你升级你的。对，小七其实也认识很久了，但是我觉得现在还好。就现在，其实我觉得现在小七在我这儿待的时间都比以前多了。以前小七来就续个灯牌就走了的，现在已经很好了，已经还会在直播间陪我唠会儿嗑了，已经比之前直接就走了好太多了。以前都不跟我怎么说话的。送这样礼物的时候也不是不在 PK 的时候，根本就没，就是友谊的，就比如说我想说什么，就比如说反正之前有1个月就很我都不敢去 PK。之前有反正就是会很难。看会儿得休息了，我的5月游民日子结束了。深念什么时候开始？准备上班了。欢迎南向。这样从这边播的时候，我在这边搭不上话，我就不唱了。现在能搭上话了是吗？1周前啊，深念1周前就开始上班了呀。那你早点休息哦，深念。主要是我搭不上话，现在能搭上了是不是？
挺好的，挺好的。其实我还是希望大家多跟我，就是多跟我聊的，因为平时有时候没人的时候就会很无聊，也不知道该说什么。欢迎可乐要嘉宾，不用向我具体，笑死。哒哒哒哒哒，为什么你们两个老是斗嘴呀？啊，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我都插不进去，有点了。欢迎老胖，他污蔑我，好好好。Evan 收，你们俩收，相爱相杀，我都不知道怎么插入你们俩的话题，真的是。欢迎小飞，我该从何处插进去？这叫斗嘴了，听起来很像吗？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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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去 AI 玩，分身玩，去什么？去斗 AI 什么？去斗AI 分身，还有语音包。我昨天才录的语音包，应该是有语音包的吧？哥哥，欢迎六盘水 ，See you， 欢迎陈妮，欢迎小天。我们要续灯牌的可以续灯牌的哟，是不是得触发关键词？我不知道，但是我昨天录了一个语音包，就是它应该是可以模仿我的音色跟你们聊天的，就给你们发语音聊天。谢谢陈妮的灯牌，才有语音包，什么才有语音包？我不知道啊，因为我也不会弄这个 AI， 但是我昨天设置了语音包的。就是我录了一段词，它会根据我的音色来那个，但是我不知道怎么触发，你们得研究一下，因为我也不太懂，我不会搞，不太会搞这个东西。现实生活中真的吗？有点恐怖的，为啥呢？是因为很严厉吗？因为当导师当惯了，当老师就教育学生，所以说很严厉，看起来很凶的，是不是？看不到了，白羊最近忙，他们已经很久没来了，所以说都没人陪我了。现在，欢迎芝士毛桃。说到毛桃，我突然好想吃桃子，马上夏天来了就可以吃了。让 AI 喊我哥哥，应该可以吧？你可以试一试，我也没试过，我昨天才开的，我自己都没研究明白那个怎么搞。我自己都没研究明白，你们可以去试一试。好像那个昨天我不跟你们说那个设置里面嘛，那个设置它不是有那个技能嘛？那个技能就是有那个续灯牌，但是我没有续灯牌。但是我昨天看我那个技能里面有什么聊天，什么打电就是电话聊天，什么还有什么语音聊天啥的，我可以把那些添加上，然后你们就可以玩了。欢迎陈吧。虽然说没有续灯牌这个模式，但是可以添加一些其他模式。希望别吓人，真的吗？有那么恐怖吗？我为什么现在觉得你也挺好，就你没有我想象那么恐怖，真那么恐怖吗？欢迎那片星空。我觉得你是不是恐怖的点是因为你分人啊，就是分状态，或者是分人恐怖。这睫毛真翘。等我明天吧，我明天用电脑播。用太长时间用手机直播了，换一下口味了，还是换一下口味了，换成电脑了。但我感觉我手机播了1个月了，有一种。欢迎依然，欢迎苍龙。我生活中和职场中完全2个模式。那不就是嘛，肯定是分人嘛。欢迎望天。欢迎浮夸的瓦匠。最近老下雨，今天晚上还打雷了。变变态，真是相爱相杀呀！你们俩
果然连续打，连续变，连续变。你们要看星期瑶吗？可以挑个星期瑶。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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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会被屏蔽哦。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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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欢迎庄庄。其实我研究了一下，我觉得青铜还是蛮好升的，因为青铜就是你那个百分比，虽然说我不知道一场的话大概会有多少百分比，就是你到那个100%的话，它就会上一个段位。就比如说像我们刚刚是不是差10就到100%了？但是现在我们已经到了青铜4的52%了，相当于我们又差48%，我们就可以到青铜5了，是不是还是感觉蛮快的？一场就是赢一场首胜，我们就可以升一个段位。欢迎念头通达，谢谢自留的灯牌。自由怎么还没睡觉？小七这种玩笑还无法出我就知道屏蔽了，那可能是屏蔽了，其实我都不知道是起夜了。好，已经睡了第2觉了，是不是？已经做了一个梦了，是不是？做了一次梦，睡第2觉了，起夜了。好，我还以为你怎么还没睡觉呢？我说你怎么还在玩手机吗？还是啥的？噔噔噔噔噔噔，欢迎传家宝。噔，欢迎上岸了。我现在是心态变了，以前的话我真想挑逗你。发威是什么样子？直播间发威能看得出来个啥？没做梦就单纯金坐起干嘛？金坐起笑死了，你挺感动的，你起夜还来续个灯牌，真的是怎么会有这么好的人？欢迎小馒头，噔噔噔噔噔，欢迎小胖爷。我们还要续灯牌的吗？我们还有没有要续灯牌的？谢谢罐头的大啤酒，谢谢罐头。罐头，你什么时候才能正常休息啊？我感觉你怎么这么辛苦，明明已经毕业了还这么辛苦。看你没下就续一波呗，感动 ing。噔噔噔噔，睡醒了起个夜，看见我们一下还要续个灯牌。有些人灯牌黑黑的来了都不续，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区别吗？太牛波一。噔噔噔噔，待会儿有时间看一下你的 AI 分身回复我，可以啊，你可以一会儿等我下了之后去找 AI 分身玩。欢迎夫子喵，别做梦了。激将还没毕业啊？你不是毕业论文？好吧，虽然也是毕业论文交了不等于真正的毕业，好吧，6月份就正式休息了，那也挺快了。我本来还想的是你5月份就可以正式休息了呢。可能当时手头紧，不一定，有些人就是他就是灯牌黑黑的，你叫他都不续，就有些是这样的，灯牌黑黑的，你跟他说他都不续，也有这种人嘛，不好说，就是说我都说了，心态变了，上10几年班早，那肯定会变啊，心态上班上久了肯定，而且人成长了也会变心态的。就像我现在的心态和之前刚毕业
刚毕业然后刚做这行的心态也不一样了，这个人始终会变的。你知道我之前我上大三的时候开始直播，我上大三的时候直播，就大三暑假的时候直播，就第一次直播，那个时候作为一个主播，我的道德感太强了，我就没办法把直播当成一个正式的工作那会儿，所以说就播的我很内耗，很难受，所以我那个时候每次就是那个时候直播，虽然说已经已经没有，现在道德感没那么高了我笑死，就是那个时候我真的就是很难受，播的我那个时候经常晚上哭，而且我就是反正很难受。我现在已经就是做这个自媒体做了这么久，我心态完全我已经不是当年那个我了人都会变的，我笑死了。可以先赶紧拿 offer， 等要被领导压榨最后一刻。你5月什么时候能休息啊？5月底吗？看谁来了跑了看我艾特了谁，我看见了 1.0， 他不是他走了吗？他们今天应该是休息，他们不是周一休息吗？欢迎神仙鱼，谢谢关注，欢迎考拉。10几年班不代表没到那个境界，怎么会知道1.0的？传播没少看，因为 Evan 刚开始认识我的时候，也是因为我好像是因为我在那边传播吧，应该是。欢迎1057，除了这样还偷偷看谁？他应该是之前从那边看我过来的。我们等到30我们就准备下播喽。我就说我在哪见过他笑死了。成长了，也算是成长了，好像去掉给我拐来的还有小健的事儿呀。我明天终于可以坐下了，挺好的，我明天准备用电脑了欢迎7月，谢谢7月的棒棒糖，谢谢7月的棒棒糖。每次站这儿，我手就要拖着这个平板，我感觉我手拖累了。我们听一个好听点的歌吧，重新找一个歌。听个这个 Let Go 谢谢加入我们团，谢谢这个 Festival 也念不来你这个名字，谢谢你加入我们的粉丝团，这个怎么念？没再看过其他女团，挺好的，谢谢罐头点赞欢迎陈晓过来就不敢承认了。他小七那个不是不敢承认，讲这个散装英语，我是念不来啊。虽然说我在学英语，但是我只会凭我的感觉来行事，凭感觉，就凭意气用事，凭感觉来念。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我们这首歌听有没有准备下播了？还要去灯牌的吗？也不错了，我英语都还还给老师了，因为我最近我一直在上课，我还下载了一个英语软件，我朋友给我推荐的，叫什么？叫 Speak。我觉得那个英语软件，它会根据你自己的能力来，就是给你练习口语。我觉得特别好玩，特别像那个小学生对话，就是很像就是小学生在那个叫什么？小学生就是学英语看动画片那种感觉，挺好用的。学英语打算主要是为了就出去玩。我感觉每次出去玩就是个文盲，完全就只能听懂一点点。就是连话带猜的就那种，所以说学英语就是为了出去玩儿。而且我觉得现在我就以前上学的时候不觉得，现在就觉得会说英语的女生就特别厉害，就是当你就是感觉一个女生会，就是当你会一口流利的英语，感觉整个人都在闪闪发光。我也不知道，就是以前上学的时候没有这个意识，就是现在有这个意识的时候呢，感觉已经错过了最佳学习时段了。你和他说，我不想再说第二遍，他就记不住。啊，我笑死了。我选择用翻译器，但是翻译器不好用。我是觉得翻译器就是很多时候他跟你交流，就是用翻译器会很麻烦。而且他有时候语速很快，翻译器就根本就不会那个，就不会给你翻译过来，就是他不会，就翻译器它不是要一句一句吗？我之前还弄过那个下载过那个同声传译，那个也是，就是它没有那么好用，就是它也能同声传译，但是它会速度很慢，所以说我感觉就是没有特别那个什么。好的。行了吧，哎呀，咱也不如不要那个。这个世界本就是草台班子，英语厉害不代表实力。英语但是其实就是出去的话，如果说你会的话，肯定会更好嘛，就是会更好的。不然的话，就是老是用手机翻译啊，或者怎么样，就会很麻烦。就是确实会很麻烦，而且有时候别人可能就是随意给你说两句，你都还没准备把手机掏出来，别人都已经说完了，你总不能让别人再说一次吧？就是这样的。耶，林天来了吗？欢迎林天。咱买个好点的翻译器呢？还好吧，现在不都是用那个手机翻译器吗？晚安酱，好多晚安罐头，晚安罐头，晚安。因为现在翻译器还没搭载。我不知道，我是觉得就是自己能听懂是最好的，因为我用专门翻译器，我之前用那个手机的自带翻译器，但是我没有专门翻译器，不是手机上的软件，那就不知道了。而且我现在上课那个老师就很厉害，那个老师声音也挺好听的，每次他说英语我就觉得哇塞。就是有一种滤镜，我觉得很厉害，所以说我也想把英语学好，因为很多时候就是你在某个就是场景根本就没办法，就是用翻译去，就是必须得就是你得听，特别是像我不是之前去玩水嘛，去潜水那种，你在船上或者是去那些地方，很多时候你手机就直接放在那个袋子里面的，你根本就不会拿出来，然后那个教练那个前导给你讲，就是讲这个前点有些什么东西让你注意事项的时候，你就听天书一样，两个眼睛把它盯着，大眼瞪小眼。欢迎小，所以说还是想让自己会更好。俄语，但是的确太难，俄语太难了，俄语。但是我觉得俄语还好吧，俄语没有英语的实用性高，就是英语感觉就是用的更普遍一点。俄语弹舌就好难，
但是俄语感觉也挺厉害的，我感觉德语也很难。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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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谐音。噔噔噔噔，他们会吞音，就英语他会吞音，就音就是喜欢说英文说快了他会吞音，吞音了之后你就不知道他说的啥了这种。但是当你有自己会吞音的时候，你就会知道他们说的啥了，他们会吞音。噔噔噔噔，不用焦虑啊！真的吗？陷入芯片就是脑袋上陷入芯片吗？什么什么什么？过几年陷入什么有机融合身体？真的假的？这么高级？远东项目了哦，所以会俄语多少有点用哦。那我觉得自留你像你们这种的话，你直接就是你这种用翻译器感觉会更那个一点点吧，更好一点点。就是比如说你们要开什么会呀，或者什么交流，它会有一个正经的，就是说马上要交流了，你可以准备这个翻译器，而不像比如说你出去玩，突然的交流你就来不及准备。所以说我觉得你这个用翻译器还好一点，而且我觉得俄语可以，感觉很难学。因为我觉得从头到尾学一个语言还是蛮难的。英语至少以前还是9年义务教育啊，还有高中大学也学过，有点基础在，所以说学的会更容易一点点。像你俄语一点不会的话，我感觉学着很难。装个大的，虽然也是确实可以装个大的。高校都取消外语专业了，真的吗？不存我教外教了，真的假的？哇塞，那可真是太那个了。那也挺好的，像以后学生都不会因为英语然后纠结自己考不考得及格啥的了。当当当当当，脑机，对，我也听说脑机接口，但是我不知道这个是真的还是假的。啥时候忽悠过我？但是我觉得很吓人，你们不觉得很吓人吗？我哥都会俄语，真的吗？老爷和你哥都会。听了一下，为什么你老爷都会这么厉害？类赛博朋克，但我觉得很吓人，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是蛮吓人的。国安，难怪这么厉害。欢迎每一天。我不知道你们看不看过一个动漫，就叫赛博朋克。我感觉当人真的发展成这一天的时候，我觉得生命就更脆弱了。就是那个时候，你想要一个讨厌你的人嘎掉，就会比现在要容易得多，是不是？我哥是俄罗斯留学，难怪我就说你咋都会。弹舌，弹舌就够学了。有一个字母是弹舌，难怪。嵌入2007知道吧？差不多是这样的。有一个动漫就是赛博朋克，但我不知道那个动漫叫啥了，挺好看的。欢迎浅浅，差不多是这个，挺难的。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是挺吓人的。我觉得科技虽然有好，但也有坏，所以说我觉得吧，这个不好说。机械飞升了呗。机械飞升，当脑子安了这些芯片，那还是自己的脑子吗？它会改变你的意识吗？你这个人就真的是你自己了吗？就是你的意识不会被改变吗？我觉得还是那个，对，就是赛博朋克有动漫，我就是看了那个动漫，我觉得蛮好看的那个动漫，但是最后结局我觉得有点太悲伤了，那个结局不是我喜欢的。机械降神，当当当当，已经有鸡皮呢？不知道啊，还没有接触这些。我感觉我能接触到的就是，我最近看很多机器人在跑马拉松，特别好笑。欢迎336，机器人马拉松最近不是抖音上老刷到吗？特别好笑。哒哒哒哒哒哒
大舅心脏移植，我就特好奇，他还是不是？我觉得心脏移植还好，但是我觉得好高科技啊！心脏移植居然都不会，我觉得好危险啊！这应该是一个超难度的手术吧？但是我觉得只要你的意识是你自己的，就是你的脑子还是你自己的就好。其他的身体部件都感觉他们不会主导你的主观思想的还好，但是你的脑子里面当然有东西的时候，那别人会不会通过这个芯片来控制你的思想？我就在想，那还是自己吗？配型费劲，现在好像还行。真的吗？我觉得好，听起来就觉得好吓人。现在真人主播也在慢慢被 AI 取代，珍惜的你这样一说 Evan， 你知道那天我们去云南就是大理回来的时候嘛，当时在那个车上，我当时跟峰姐还有龙姐，我们就在聊这个 AI。我们就说以后就是因为我们老刷视频嘛，现在有一些带货嘛，就是主要起因就是说我们刷到一个 AI 带货主播，然后我们就说刷到一个 AI 视频，就是一个 AI 美女跳舞的视频，然后我就说了一句，我说以后 AI 还可以带货，然后当时龙姐就说 AI 带货的话就不会像人这么灵活，我说应该还好，然后后来我们就说到了 AI 主播，那我说哇塞 AI 主播的话以后可以24小时不间断的连续播，我觉得很牛，要是他能够正常的，就 AI 主播能够正常的跟人聊天的话，那他岂不是可以365天全年无休了？就是说24小时全年无休，那我觉得太牛了。那研发这个 AI 的人那不得赚死。噔噔噔噔噔噔噔，挺成熟的，但是听起来是蛮吓人的。可是兴趣价值还是真人最好，但是不一定啊。比如说很多人他需要的是陪伴啊那些嘛，但是 AI 24小时的话就也能陪伴啊，而且有些时候 AI 真人做的跟个真正的人一样，但凡他能够有他自己的主观思想跟大家聊天的话，那不就是个人了吗？就是怕他像机器人像豆包那样就是官方语言官方的对话，那就没招了。但如果他能够真的像人一样正常对话的话，会根据你的那些来的话，我就觉得很牛了。这个技术确实说确认的确不认人。那后来呢？后来是怎么认人的呢？ AI 带货不完美。但是你们知道现在其实我看淘宝很多模特都是 AI 模特，一看就是 AI 模特，不让 AI 带货会封号，那说不定之后就真的可以了。要是 AI 能带货的话，那 AI 也能直播了。但不是以后生成人眼看不出来的主播，真假好厉害啊！现在我看有同行被封了，我没敢搞。后来逐渐认人的，重新接收记忆，有没有可能他那会儿就是刚做完手术，麻醉药还没过，所以说就有点分不清，但其实是人还是他自己。我觉得就是换一颗心脏的话，应该还是他。就比如说像有些人他换了一个眼角膜，但是他也是他自己，只是用了别人的东西在看这个世界，类似于第3天不认识我就麻，那会不会是他那个时候就是还没有恢复好啊？已经清醒了重新植入记忆，这么厉害，我觉得好牛啊！我觉得以后真的是，我最近在看那个三体，我最近在那个网飞上看三体，我觉得好，就是感觉说不定很多年之后真的就变成科技就是那种完全就是我们意想不到的世界了。但是我觉得三体真的很好看，但是你们不要太科幻了，对，它是有点太科幻，但是它科幻的让人很真实，
它科幻的，就是它不像有些科幻片毫无依据，但是它的就是它科幻的很真实，就感觉是真的一样。但是你们要看国外的三体，不要看国内的三体。就是因为我今天发现那个腾讯上面也有一个三体，它全是国内演的，我不知道那个三体怎么样。我看的是那个网飞上的三体，就是全是国外人，就国外的导演、国外的演员，但是也有中国演员演的，还挺好看的，我觉得很好看。心脏需要配合，毕竟不是原装，我觉得也有可能，但觉得好神奇啊，确实就觉得很神奇。行业内像我这种专业 AI 主播带货数据很棒，天呐，国内的三体纯垃圾。我今天吃饭的时候看了一眼国内的三体，我不知道，我看了一点点，不好评价。我把那个国外的三体看完了，挺好看的，如果大家喜欢可以推荐看，蛮好看的，说实话哈。但我觉得真的就说不定以后真的科技发达，说不定就真的以后打仗都不是国与国之间打仗，都是星球与星球之间的那种星际战争了就很像那个漫威电影了，会不会就说不定以后真的会有那个什么钢铁侠这种东西，钢铁侠这种英雄出现。机器还需要对，可能未来对啊，我是说以后嘛，因为我觉得国外的那个三体演到哪儿了？国外的三体它第一季演完了，又演到那个面壁者就没了，他就演到那个面壁者，就讲到那个面壁者就没了。但是国外就是会更好，我感觉挺好看的，就是网飞上看的，国内的没看，国内的我感觉不知道好不好看。慢慢找自己的新赛道，我去，吓人，我要被淘汰了现在打仗都不需要无人机远程打击，就牛逼啊！所以说感觉就是社会发展太快了，有一点点，我觉得吧，就是真的，就以后真的就是打仗都不像我们想的那种了。国外演到第二部没有，只出了第一部。国外也只出了第一部，就演到那个面壁者就没了。那挺好的，不需要人。如果打仗不需要人的话，那就不会有人牺牲了，也不会有那种支离破碎的家庭了，那不也挺好的吗？哦，是小说的第二部哦，我知道啊，我没看过三体的小说，我只看过。我只看了最近看了他的电视剧，就是那个我没有看过电影，没看过小说，我不知道他是第几部了演到。但他目前只出了第一季就到那个面壁者结束。应该是第一部吧，可能还会有然后第二季就写第二部吧，应该。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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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好啦，我们要准备下播了。欢迎天宇。小说第一部是国内演的，三体人来的原因。哦，对，但是他应该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应该杂糅了。第二部是怎么对？他就是第二部写了怎么对三体，他第一部写了那个来的原因。对，那应该是第二部，因为都出现。因为他们已经在对付三体了，4个面壁者，不是3个面壁者吗？4个还是3个，我忘了。不理解思路，星球还需不需要有机生物？是需不需要人的问题，太高深的问题了。其实有时候在想，为什么我的意识非要是我的意识不能跑到别人的那个上面呢？太厉害了！我觉得这个小说是4个，不知道啊，我都忘记是3个还是4个。自流，你把这个小说看完了，太厉害了吧！这个小说，这个小说还是蛮长的，应该有好几部，超时了。对，是有点超时，不过也还好。看完了，那你蛮厉害的。
对呀，就是这个思路对我来说，对我们现在人来说还是蛮超纲的，因为我们目前大家都是个普通人嘛，相当于是，就是有些东西还是太那个了，就是太，就像是很多事情，你的意识之外的事情，你完全没有办法去想象它。就比如说有一天有一个人跟你说，这个世界有魔法。有法术，但是你只会觉得他是个疯子，所以说就是在你意料之外的事情，你是不会去相信。你很多时候看到《西游记》小说，那你还是挺厉害的。这种《西游记》这种，就感觉看小说会很枯燥无味，基本上都是看电视剧的那种。欢迎深夜乖乖，还不睡啊乖乖？谢谢乖乖的点亮。如厕的时候慢慢看。啊！我笑死！我不太喜欢看小说，因为看我看文字很慢，我看字很慢，我看小说容易抓瞌睡，我看小说容易困，所以说我会喜欢看电视一点点。谢谢乖乖的灯牌。是我这个级别才刚刚开始摸思考的人，对呀，所以说，对呀，就是很神奇。但是你肯定是永远想不明白这种问题的。呼顿，方知我是我，太牛！欢迎帅气小哥，好多剧情和电视剧不一样，虽然是，但是你能看个大概嘛，就是这样。而还有一种就是说，那如果电视剧拍不出原著，拍的就播不了，那确实肯定是小说更加的精华一点嘛。还有一种就是说，如果比如说就比如说，如果你的意识能够换到，就是你的意识能够提取出来放到别人身上，那你就可以体验别人的人生了，是不是？你就可以体验不同的人生，然后完了之后你嘎掉了之后，你也不会嘎掉，真正的嘎掉就会长生不老，只是换不一样的肉体而已。感觉很科幻小说，是不是？感觉很科幻。谢谢乖乖的一直陪你，谢谢乖乖，谢谢乖乖的一直陪你。噔噔噔噔噔，谢谢乖乖。乖乖怎么还不睡觉啊你？我能想得通的话就不会在这儿看酱了。对呀，我觉得这种还是蛮难的，就是这种还是太超前了，太像科幻了，这个科幻小说一样，太科幻了。噔噔，唐13，唐30，快睡了。谢谢乖乖，乖乖，明天你可以来看我跳舞哦，乖乖。我今天欠你一个舞蹈，你明天来找我看，因为我准备要快下播了，所以说你明天可以找我看跳舞哦，乖乖。直接干到一大批精华小说，我不太喜欢看小说。欢迎安宇，直播这么久一开始玄幻了，也不是，我们只是在闲聊聊到玄幻了。来聊到科幻了，类似于《西游记》。我小的时候也是，我小时候很喜欢看神话故事，虽然都是假的，但是就很喜欢看神话故事。那个时候还喜欢看未解之谜，虽然说未解之谜也是假的，很多时候。好哦，好哦，乖乖，好哦。三国电视剧，三国我是跟我爸一起看的，《三国演义》《水浒传》这些。不应该呀！少不看书，老不看三国嘛。我感觉我这两个都是小的时候看的，就是反而是长大了之后不喜欢看这些东西。以后慢慢科普。谢谢谁给爷把脉。研究出了，真的吗？太牛逼了！只能说还是太厉害了。哎，我觉得吧，真的是，说不定等到以后真的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完全这个世界就和我们最开始想象的都不一样了。
我的确是老登了。哎，我想问，老登多少岁的算是老登啊？30岁算不算老登？30岁应该不算是老登吧？自流怎么就说自己是老登呢？应该不至于是老登吧，最多算中登。什么95到85，95以前都算，不算吧？我觉得85也不算吧。我感觉人要到50岁以上才算老登吧。你和他说宅我，但其实还好，我觉得很多时候就是你了解到的信息，就是现在你了解信息始终是片面化的嘛，但是其实还是可以了解到这些的。因为我其实还是有时候会对这些还是比较有兴趣，就喜欢看这些。那是羽化灯，羽化灯，第一次听说羽化灯，那不是老灯不就老嘛？老灯不就是老嘛？那肯定要老了才算是老灯啊。网络划分的，好，我们那天也在说那个，所以这样是小灯，好，现在算是小灯。洪荒灯，50岁了就算是羽化灯了吗？洪荒灯组太吓人了。我一直觉得这个老灯算是50岁左右才算是老灯。境界还不够，直男。直男，笑死！直男其实也还好，直男也是有一个划分的。好了，我们要准备下播了。小灯、中灯、老灯、羽化灯、玉顶灯。玉顶灯是多少岁？70、80岁的吗？70、80岁玉顶灯太吓人了吧！玉顶灯感觉像修仙的那个阶级一样。50岁以上，50岁以上才是玉顶灯啊，太吓人了。像修仙小说一样，阶级变化，慢慢往上涨的。好啦，我们要准备下播了，明天我们再聊了。是不是看过慈禧？看过慈禧？慈禧什么？看过慈禧？慈禧什么？网络小说看多了，反正我不怎么喜欢看小说，反正我不喜欢看。慈禧太后啊，你什么是不是喜欢？是不是看过慈禧？我没看过慈禧太后，什么东西啊？15年后90岁以上才算老登起步，太好笑了。好啦，我们要准备下播了，都1点钟了，真会唠啊！今天，我现在看看我是不是把我的同伴们都唠下播了，看吧，平时喜欢连的人都下播了，我今天是最后一个下的，笑死了。抖音的梗吗？00问90，你是不是看过慈禧？不知道，没看过这个梗。睡觉，晚安自流，晚安，谢谢今天自流帮我点的掌果，谢谢自流，晚安，我们要准备睡觉了。24年到26年的路上有我们，下吧，赶紧休息。见过恐龙哦，我懂了，我大概懂小七这个梗了，好，我大概懂你这个意思了。欢迎吴晨，好啦，我们明天再说了，拜拜了，家人们。又欠我东西，我欠你跳舞是不是 Evan？ 当当当当当当，是不是这个 Evan？ 是不是这个？拜拜，回复好的，我一会儿下播了回你。咱们就早点休息了。今天谢谢 Evan， 谢谢叔叔的会员，谢谢自留点掌果，谢谢小七。那我们早点休息吧，晚安了，家人们。晚安 Evan， 晚安叔叔，晚安自留，晚安小七，晚安鱼酱，晚安小健，晚安估计，晚安。还没去空梦啦，你空梦都下播了，他已经被我熬下播了，我笑死。拜拜，晚安了，晚安，拜拜。